原来丰盛一直藏在我允许的程度里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我终于得到很多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在我慢慢看见自己其实一直把丰盛挡在门外的时候，才真正落地。以前的我总觉得丰盛很远，好像要更努力、更成功、更证明自己值得，才能配得上它。于是我对自己设下很多门槛。我不允许休息，因为还不够好；我不允许轻松，因为事情还没完成；我不允许幸福，因为总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以为那样是谨慎，是自律，是对人生负责。后来才发现，那其实是一种深层的不允许。我不允许事情顺利，不允许自己被支持，不允许好事在还没吃苦之前发生。于是丰盛只能在门外徘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累于努力，而是累于一直把自己挡在幸福之外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做什么伟大的决定，只是很轻很轻地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也许我可以不用再那么防备。那句话没有立刻改变现实，却松动了内在。我开始允许事情不用那么困难，允许别人对我好而不急着退让，允许自己在还没完美之前就感到满足。就在这样的允许里，我发现丰盛开始用不同的形式出现，不是一下子拥有很多，而是匮乏感慢慢减少。我不再总觉得不够，不再一直追着缺口跑，不再把所有力气用来弥补不足。我才明白，丰盛不是外在加上什么，而是内在少了什么。少了防备，少了否定，少了那个一直告诉自己你还不能的声音。当我允许更多，生命就能给更多。不是因为我变贪心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拒绝。拒绝休息，拒绝支持，拒绝那些本来就想靠近我的美好。我开始理解，宇宙从来没有吝啬，真正设限的一直都是我自己。当我把允许的边界往前推一点点，人生就跟着往前走了一点点。而那一点点累积起来，就是我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丰盛。原来丰盛不是你要多努力去抓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把门打开。允许事情对你温柔，允许自己被善待，允许幸福不用等到一切都完成。因为你能够承接多少，人生就能给你多少。而丰盛一直都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等着你愿意说一句：好，我可以。当内在不再匮乏，外在自然丰盛。这不是一句乐观的想象，而是一个我在生命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体会。以前的我其实很容易感到匮乏，不是因为真的没有，而是因为内在总觉得不够，不够安全，不够确定，不够值得。于是我不自觉地用匮乏的眼光看整个世界。看到别人的成功，我想到的是自己落后；看到机会出现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会不会轮不到我。即使外在条件并不差，心却始终紧缩。我以为只要得到更多，内在就会安心。可现实却一次次证明，匮乏不是被填满的，而是被放下的。因为当内在匮乏，你就算拿到再多，也会立刻开始担心会不会失去。那样的状态让人永远无法真正拥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把注意力从缺什么转向我已经在这里了。我不再一直问自己还差多少，而是慢慢练习看见此刻的完整。我开始允许休息，不再把停下来当成一种失败。我开始允许被支持，不再急着证明自己什么都能扛。我开始允许满足，不再告诉自己一定要更好才配得上安心。那些允许一开始很细微，
却一点一点松开了内在的紧缩。当内在不再一直抓，不再一直怕，不再一直觉得来不及，我才真正感觉到一种空间。而就在那个空间里，外在开始回应，不是突然中奖，不是一夜翻转，而是一种刚刚好的展开。需要的资源出现，适合的合作靠近，连金钱与机会都不再那么紧绷。我才明白，外在的丰盛其实一直在等我不再用匮乏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。当内在稳定，你不再用恐惧做选择；当内在充足，你不再因害怕错过而将就。你自然会走到与你对齐的地方，而那里本来就有流动。丰盛从来不是努力换来的奖励，而是一种状态的结果。当你不再觉得自己少了什么，世界也不需要一直提醒你缺什么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你以为要追的，其实一直都在靠近。因为当内在不再匮乏，你站得住，接得住，也留得住。而外在的丰盛，只是顺着这份稳定，自然的来到你身边。原来真正的丰盛，是内心不再匮乏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我拥有很多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在我终于停止用还不够看待自己的那一刻，慢慢沉淀下来的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丰盛是向外累积，更多的成就，更多的收入，更多被肯定的证明。我以为只要拿到够多，内心自然会安心。可那样的追逐没有终点。因为当内在匮乏，你得到的每一份丰盛都会立刻被恐惧吞噬。怕失去，怕不够久，怕下一次再也没有。于是丰盛变成压力，而不是滋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诚实地看见自己。不是看外在拥有什么，而是看内心一直缺什么。我发现，我真正渴望的不是更多，而是安全；不是掌控，而是被允许；不是证明，而是安心的存在。当我开始给自己这些内在的东西，匮乏感慢慢松开。我不再急着比较，不再因为别人的拥有否定自己的位置。我不再用未来的成就交换此刻的平静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真正的富足，不是账面上的，而是身体里的。我可以呼吸，可以停下来，可以不再追赶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丰盛不是生活给了你多少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承接此刻已经拥有的。当内心不再匮乏，你不再用恐惧做选择，不再用焦虑交换未来。你开始为自己做出温柔而清醒的决定，而那样的状态会自然吸引适合你的资源、人际与机会。不是因为你想要，而是因为你对齐。我终于懂了，很多人拼命追的丰盛，其实一直都在内在等着。等你不再否定自己，等你不再把安心交给条件。当你愿意在没有证明之前就承认自己的完整，丰盛就不再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原来真正的丰盛，不是拥有的多，而是心不再匮乏。那份不匮乏，会让你走得稳，留得住，也真正享受你所拥有的一切。原来真正的丰盛，是心不再紧缩。这个明白，不是在我得到更多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在我终于察觉自己一直活在收紧里的那一刻，慢慢浮现。以前的我，内心其实很紧，不是表面看得出来的那种，而是一种长期的用力。用力撑住，用力把事情做好，用力不让自己出错。我把那种紧绷误认成负责，误认成成熟，误认成对未来的把握。可身体知道，心也知道，那是一种随时准备防御的状态。
我对世界是警惕的，对幸福是保留的，对好事是半信半疑的。就算生活已经不差，内在却始终缩着，不敢真正放松。我以为丰盛需要更多保障，更多准备，更多控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慢下来，感觉到那份长期存在的紧缩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不是我不够丰盛，而是我一直没有让自己真正接住。心一紧，世界就显得危险；心一缩，拥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够。于是我开始做一件很小却很关键的事，我练习放松。不是放纵，不是逃避，而是在每一个下意识想要抓紧的瞬间，轻轻地松一点。允许事情不用那么完美，允许自己不用随时正确，允许好事来临时，不急着怀疑。这样的松，一开始很不习惯，因为我太习惯用紧绷确认安全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当心不再紧缩，生活开始流动，不是突然变得富有，而是变得可承接。我开始真正感受到已经拥有的东西，而不是一直盯着还缺的部分。我开始留得住快乐，而不是一有好事就担心会不会很快失去。我才明白，丰盛不是增加，而是松开。当心不再缩成一团，世界自然显得宽。机会进得来，支持留得住，爱也不再被拒于门外。原来真正的丰盛，不是账面上的数字，也不是外界给了多少，而是你内在是否愿意打开。当心不再紧缩，你不再用恐惧管理人生，也不再用防备迎接未来。你站在一个可以接住，可以享受，也可以安心失去的状态里。那样的状态本身就是丰盛，而所有外在的美好都只是顺着这份松开自然流进来的回应。当内在对齐，爱与金钱同时靠岸。这句话不是我在什么都顺利的时候才懂的，而是在我终于停止把爱与金钱分开看待的那一刻，才真正落实在生命里。以前的我其实把这两件事放在很不同的位置。爱好像需要付出、忍耐、体谅，甚至牺牲自己。金钱则被我看成压力、责任、交换条件，还有永远不够的焦虑。我一边渴望被爱，一边又害怕依赖，一边想要丰盛，一边却对金钱充满防备。那样的内在其实是分裂的。我没有发现，正是这份分裂，让人生一直处在顾此失彼的状态。只要关系靠近，我就开始委屈；只要机会出现，我就开始怀疑自己配不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看见真正的问题。不是爱太难，也不是钱太少，而是我内在没有站在同一个方向。我一边想被接住，一边又推开支持；我一边想要丰盛，一边又觉得自己不能太贪心。于是我开始做一件很深也很诚实的调整。我不再要求自己在不同领域变成不同的人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真的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我会怎么对待关系？我会怎么看待金钱？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一致。当我不再用讨好换取爱，关系开始变得平衡；当我不再用恐惧管理金钱，流动开始变得顺畅。我才明白，爱与金钱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件事：你是否相信自己值得？当内在对齐，你不再在关系里缩小自己，也不再在金钱面前怀疑存在的正当性。你开始自然的接收，也自然的付出。那样的状态，不勉强，不极端，不需要证明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爱不再带着拉扯，金钱不再伴随焦虑。他们不是被你抓来的，而是愿意靠近你。
因为你不再分裂，不再内战，不再一边想要一边拒绝。当内在对齐，你站在一个可以被爱，也可以承接丰盛的位置上。那个位置不需要你变得更好，只需要你不再离开自己。于是爱靠岸，不是用牺牲交换；金钱靠岸，不是用焦虑换取。它们同时出现，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站在能同时承接它们的状态里。当内在对齐，世界不需要再分开回应你，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完整而一致的存在。原来显化不是得到，而是停止抗拒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我终于得到什么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努力却更疲惫，想要却更卡住的时候，慢慢浮现。以前的我把显化想成一种追逐更好的状态，追逐理想的结果，追逐那个等我做到就会幸福的未来。于是我对自己很用力正向，用力相信，用力告诉自己不能怀疑，不能退缩，不能慢下来。我以为那样就是在对齐宇宙，可越用力，内在越紧，越想得到，现实越抗拒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放弃显化，而是因为我看见，我其实一直在抗拒此刻的不完美，抗拒当下的情绪，抗拒还没到位的状态。我一边说要相信，一边却在心里否定现在。那样的我，其实是在对人生说，现在不够好。而当你对现在说不，你就很难真的接住任何好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没有再要求事情立刻变好，我只是允许现在还在路上，允许情绪不那么漂亮，允许现实暂时不符合期待。那一刻，没有奇迹发生，却有一种深深的松动。因为当我停止抗拒，能量不再用来对抗，原本卡住的地方开始流动，原本需要硬撑的状态慢慢放下。我才明白，显化不是你去抓什么，而是你愿不愿意不再推开感受，推开现况，推开那些还没完成的自己。当我停止抗拒，我不再一边想要，一边否定，我开始站在同一个方向上。那样的一致比任何技巧都强，因为你没有在内战，你不再对人生说快一点，变一点，不然不行，而是说我在这里。而人生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句。当我停止抗拒，事情开始以比较温柔的方式展开，不是所有愿望立刻实现，而是每一步都不再那么痛。我开始留得住好，也沉得住慢。我才真正理解，显化不是得到什么，而是成为一个不再拒绝生命流动的人。当你不再抗拒，你自然在对齐，而对齐本身就是最大的显化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